啊，我们还说这些电器。没病。大家好，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啊，我们开始砌砖了。然后今天也多增加了2个师傅，木匠师傅也过来了，要把这栋房子的前后塞壁都给拆了。现在把房间里面的物品啊全部搬空，因为里面要做工了，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搬走，不影响师傅他们忙着做工。然后像这些墙板啊，该拆的都要拆了。最主要啊，先拆前面的，因为这栋房子呢前后要扩宽，把它拆掉了之后，以后这里呢全部都是这个砖墙结构了，就没有这个木墙板了。当然，这栋房子我们尽可能的保留着原始的立柱、木头这些。当然，它的外墙呢基本上以后都是砖结构的了，所以以后改造出来应该是一栋砖缝加上木结构的房子。首先一来，我们就把堂屋背后的整个木墙板全部都拆了，因为这边呢要转运水泥砖还有沙子，那边的路已经完全堵住了，从这边转运沙子水泥要方便一些。这是昨天拉过来的水泥砖，我们这边建房子啊都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，所有的砖墙基本上都是没有用红砖的，就是用这样的水泥砖去砌墙。其实它的强度也是非常好，但是它的隔热呢，可能比红砖就要差一些。已经用习惯了，也没办法一时的去改变。整栋木房子的外围我们都已经打上了地梁，实际上打好了地梁，我们是休息了2天，等这个水泥完全的结构，还浇了水，做了保养。现在已经非常的硬了，往上面砌砖完全没有问题。包括这些紧挨着立柱的位置，我们也都打上了地梁，连在了一起，让整栋房子啊以后的砖墙是变成统一个整体了。拍一下这里。断了啦！我上掉，我上去。没要上去啊？没有上去啊？那就放。我下来了嘛。放嘛。我出去。谁不得？你过来吃啊？好。这个木房子啊，因为做的都是榫卯结构，装的有这些公母榫。木匠师傅过来之后，直接按照以前的公母榫给它拆出来就行了。其实木房子它的墙板是非常薄的，很多人都说我们这边的木房子是不是住着冬天啊，吹着风很冷。好像也都习惯了。我们这边每年冬天的温度也就0度左右，在里面烤点火，我觉得木房子住着还是挺暖和的。你啥子是胖这么多来哦？干嘛？先把它取下来。有点脏。就专门来这就行了。像这个叫做横方，它就是这样的公母榫做好了之后，把整个木墙板夹在里面的。现在把木房子里面以前的生活物品啊，全部都要搬出来，要不然呢，影响我们师傅做工。不谢你。你都。这长点点的，长不长的？
啊，3年，啊，那俺们你猜，得了没？我家有那个什么是？像这个木房子啊，大概占面积有接近90多平。当年建造非常的不容易，但是建造好了之后，基本上也没有特别多的房间，总共呢就3间，一间堂屋，那边做这个烤火，然后一家人生活煮饭的地方，然后基本上木房子里面就剩下了这个房间，啊，整个房间呢也是20来个平方左右，楼层高度也比较矮，现在重新改造装修了之后，这些啊都要给它重新处理了，包括这背后的木墙板都要全部给它拆了。看大家这边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老物件呢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因为在农村里面，家家户户都会种些田啊，种玉米啊，种稻谷啊，这是一个粮仓，用木头打造的。其实把这个粮食放在里面，它是不是潮湿，可以储存个2、3年，这就是一个粮仓了。现在很少农村家庭，基本上很少用到这样的粮仓了，因为很占地方嘛，相当于整个房间放一个粮仓，整个房间都没有多大了。舅舅他们家养了很多小猫小狗，你看这个猫爬到2楼翻墙倒柜的，他不知道在望什么，估计可能在骂我们，把他房子都给拆了。看这边还有2只猫呢，它们的眼神好像虎视眈眈的看着我，还挺可怕的。我们在这边做工，影响了它们本来安静的生活了。这边的塞壁也都要拆了，整个房屋背后的这个墙面呢，以后就在这个位置了。大概这边是扩展了接近有80公分左右。这个开起来还是挺快的。泡就这样的。我就很多这些老物件，现在只能给它全部搬出来，放在院子这边了。这些坛罐，看这个就是好多年的老物件了，现在市场里面、赶集里面都买不到了。我们这边农村啊，喜欢做这些泡菜啊、酸辣椒啊，都喜欢放在这样的坛子里面，放个1整年都不会坏的。还有这个老物件，现在也很少见到了。这是一个石臼，一块石头用来锤这些辣子啊之类的，还有花椒啊、花椒籽这样子。臼嘛。俺这农民他把这走的很多，他都就不是买个几毛干，没吃过你都是。
那不100%一扎实。我这个给你搬的呀啊。他的，他的房间门随时得可住呢。那的还是够够木板。我装木匠，下面那家，就是我，专门人嘛。人家家里就是有。让南瓜伸出来。刚才我舅舅说，这栋房子是76年的时候建的，好像是51年了。好，我走啊。这几天我们在这边做工，村里面很多这些邻里老乡都过来都说，哎呀，这么老旧的房子干嘛要去装修，不给它推倒重建呢？我晓得，实际上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木房子呢承载着一份情怀嘛，对不对啊？拆掉了，心里面总是有点不舒服的。当年建的房子不容易啊，看这边前后都已经拆了，整个房间里面藏了许多。我舅舅呢一直在那边看着，每拆一块墙板，好像心里面都很痛一样的。这栋房子后续经过我们的改造，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大家也持续的去关注我们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